的美梦破碎泡汤，飞弹乱射，装疯又装狂，世界早已看穿他的荒唐。美国航母压阵在前方，以色列铁穹亮到夜色发烫，远方还有中国共产党在帮腔，故作镇定，其实心里在发慌。独裁的剧本只剩下3场，自由的风越吹越狂，黑暗在深夜挡不住天亮，有人守夜也有人发光。当人民醒来不再迷茫，集权政治终究收场，当世界一起大声开唱，独裁的剧本只剩下3场。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访特报，我是各位的中国人时间导师波特王。提醒您正在收看的节目是号称中国版的 Discovery， 带您一起探索最真实的中国。全球多数民主国家都在积极提升国防预算，看看台湾的邻居日本，为了贺阻中国，国防预算创新高 1.8 兆。韩国2026年的国防预算也增加 8.2%， 总额达 66.3 兆韩元，约新台币 1.4 兆。而且韩国聚焦无人机和机器人发展，以及菲律宾2025年国防预算 46.5 亿美元。已经比他自己前一年还要多 12.3%， 然后今年再次提高国防支出为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些国家内部虽然也有亲中势力，但他们都知道，想维持和平与繁荣，就应当增强自身实力，而不是妄想着依靠他人。就连喊着要侵略台湾的中共国，近年来的军费也是持续成长。根据中共公告，2025军费就超过 1.7 兆人民币，约3360亿美元。那反观正被中共代理人渗透到国会的台湾，可悲啦！明明几乎天天被中共军机骚扰的情况下，台湾却成为印太地区唯一缩减国防预算的国家。本来行政院版的国防预算支出是8年 1.25 兆，里面包含了台美合作科技研发、防空武器系统化，以及中共最担忧的台湾无人机国产化等，全被蓝白立委联手砍了。国防部都跳出来说，真的会冲击很大。这次国防特别条例被蓝白大砍，很多人以为只是党军购，但真正被删掉的，反而是最能保护台湾、降低伤亡的防卫系统，像是能整合全台防空的联合指挥系统，提升拦截效率的防卫机制，以及能快速发展国产无人机的投资，以上都被排除在外。这些东西本质上不是所谓的挑衅中国，而是让台湾在遭受攻击时能更有效保护人民，减少死伤。反而部分攻击型的军购却被保留下来，这代表蓝白嘴上说不要刺激中国，实际删掉的却是最偏向防御的项目。现代战争早就不是只有人拿着枪往前冲，乌克兰已经证明无人机能大量降低士兵伤亡，提高防卫效率。原本台湾也有机会往这方面发展的，现在相关预算却被蓝白删除。一些蓝白支持者真的应该要想清楚，你可以讨厌任何政党，但不要被仇恨冲昏头了。应该要分清楚哪些政策是在降低战争风险，是在让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以及哪些人又是在让台湾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带大家看看蓝委马文就贴文了，说如果他能做主的话，将支持台湾国防预算0。这到底是哪国立委？马文君今天开始出门应该都不要锁门才对，你家门都会上锁，怕遭小偷了。结果你在这边拆台湾国防大门，莫名其妙嘛。本土无人机产业链被挡掉之后现在最开心的一定是中共。根据国安人士情资揭露，解放军不久前评估发现，台湾如果完成各型无人机部署，并搭配智慧指管系统，将能实现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所称的地域景象防卫蓝图。届时中国不仅毫无胜算，台湾人也能安居乐业。结果这个本来会让中共害怕的地域场景，被蓝白立委给清除掉了。对此，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就表示期待无人机与整合式防空与飞弹防卫等相关预算也能通过。拖延这类投资只会削弱台湾安全，让中共受益。人家美国都讲这么明白了，蓝白还是要挡。当然，如果你是想当中国人，那蓝白3国防预算对你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当然，如果你不想的话，我目前看行政院是还没放弃，有消息说将在提条例补足 1.25 兆军购，但还不确定如果最后真的有这部分的话，呼吁大家真的要支持国防，得有人民的支持才能让行政院有底气去推动。不想上战场的更应该支持国防，让无人机代替你捍卫国土，不然这就穿席会了。要是因为这样
样，川普开口说台湾人连保护自己的决心都没有，好像很想当中国人，那成全你们好了。真这样也不能怪美国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分有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接着讲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因为我这节目是做时事评论的嘛，川普即将跟习总碰面，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比平常更关注川普的发言，所以实在没办法忽视不去谈川普放出 UFO 档案这件事。虽然 UFO 跟我们实习当中文的节目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我了解完这事件之后，想想好像又不能说完全无关。大家听完这段就懂为什么了。我先介绍一下这件事。这个月，美国战争部在川普的指示下，公开了一批与外星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政府档案。最早档案记录时间从1947年6月，最新的则是今年2026年5月8号，陆续累积要80年的档案了。这也是第一届美国政府公开这样做。虽然看到 UFO 或 UAP 这类都市传说流传很久了，但由美国官方口中说出来，那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美方表示，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任务，需要数十个机构的协调配合，并审查数千万份记录，其中许多仅以纸本形式存在，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鉴于这项任务规模，战争部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解密分批发布，每隔几周就会发布一批，也说明这些资料都是有观测到无法解释的情况，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而无法下最终定论的案件。战争部也欢迎私部门提供分析资讯和专业知识。根据法律规定战争部将继续对已结案的不明空中现象案件进行单独报告。目前我看有公开的文件一共161件，但都还没有一份是直接说确认有外星人这件事。现在公布的档案都是说这些年的 FBI NASA 太空人飞行员等等有记录发现到这些不明飞行物，但也不确定是什么这样，所以可能要再等之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消息。反正美国战争部说会慢慢整理公布。那我个人是认为宇宙这么大，即便最后真的说有外星人也不奇怪，毕竟光是地球的深海就还有很多未知生物，更何况是外太空。那虽然目前公布的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有外星人，但我另外帮大家补充一件事，这也是让我决定先到本集影片的原因，就是其实在6年前，以色列的国防部太空部门主管就已公开说过有外星人这件事。根据当时他的说法，是美国和以色列早就接触外星人，而且还有个外星人银河联邦，还说川普也知道，只是当时的外星人不让美国政府公开说，因为觉得人类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件事。然后我也特别去把当年的新闻片段整理出来，翻译好，带各位一起看一下。Aliens exist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s about it. That's according to Israel's former space security chief. In an interview with an Israeli newspaper, he said the aliens have been waiting until today for humanity to develop and reach a stage where we will understand in general what space and spaceships are. NBC News chief global correspondent Bill Neely explains this one. Hi, Alison. Well, this is quite a story, and it comes from the man who headed Israel's space security program for nearly 30 years. Chaim Eshed is making the extraordinary cla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a group of aliens for years, not immigrants, but extraterrestrials. He has called them the Galactic Federation of Aliens, and he says President Trump is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se aliens and had been on the verge of revealing their secrets, he claims, but was asked not to do so by the Feder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what he calls mass hysteria. Well, the retired general says the US and Israel have kept it from the public because, quotes, humanity isn't ready and the aliens don't want to reveal themselves until humanity can evolve, he says, and understand what space really is. Well, the good news is that he claims an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aliens, a contract to do experiments here. There's also, he says, a secret underground base on Mars where there are American and alien representatives. Now, this former head of a branch of Israel's defense ministry is 87. He was very well respected, at least until now. And he said all this in an interview with an Israeli newspaper in Hebrew, but it's really taken off after parts of it were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the Jerusalem Post today. He says he's come forward now in the hope that his news will be accepted as true. He notes that if he'd made these claims 5 years ago, he would have been hospitalized, but now he says,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Well, so far,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tweeted about this, though remember a year ago, he did set up the Space Force as the 5th branch of the US Armed Forces. Well, we did ask the White Hous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Israeli officials to comment. So far, they have not responded to the NBC News request, and I wonder if they ever will.
再次提醒各位啊，刚刚看到的片段啊是6年前的新闻，当年这位以色列太空部门主管啊也没有拿出证据，就只有采访时的口述而已。那当年这人的主张啊看起来没有相关证据，让他的说辞没有说服力。可是这几天搭配着川普放出来的消息来看，感觉就好像有点东西。那我自己看这件事啊，是会有疑问，想说，假设美国跟以色列真的有跟外星人合作，那先前以色列跟哈马斯以及伊朗打仗的时候，怎么不直接秒到对方就好？还说外星文明与人类的协议可能仅限于技术交流或研究观察，而非军事资源，类似人类看大自然里面的动物一样，肉食性动物去吃其他草食性动物，外星人可能没兴趣，也不被允许参与地球人的领土争端之类的。但重点来了，要是美以两国啊真的和外星人有合作，那科技进步的真实程度肯定海放全世界国家了吧？所以要是真有这回事，那台湾人还要站队中共国吗？以前我说的都是台湾人如果搞不清楚状况，跑去选择站队中共国，那台湾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美国。但现在看来是台湾如果站队中共国，要面对的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外星人银河联邦啊！所以我才要加入这段 UFO 消息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接下来真的证实有外星人的话，也证实美国和外星人银河联邦有合作，那现在这一段啊就太重要了。台湾人更不能选错了，不然站队中共国，你以为跪着就没事了，结果就是先被中共扁一顿。看看香港的朋友就知道，重点是被糟蹋完之后，接着还可能被美国跟外星人再扁一顿，这怎么想都太不划算了吧？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分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讨论。后续美方说会放出更多消息，那我会看一下留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之后有看到什么觉得很炫炮的，就整理做一期节目跟各位分享。今天影片最后带各位看几则送头留言。波特王有本事来花莲，我把你杀了。为什么是花莲？你是什么沙啊？金沙哦？要请我吃巧克力是不是？还是米卡莎？米卡莎。我在想，这可能又是粉红反串台湾人都会故用繁体字，但他还是露出马脚。粉红这种被中共刻在骨子里的自我言论审查，杀这个字是不敢打出来的，因为在墙内会被和谐，所以即便小粉翻墙出来了，也改不掉这个习惯。然后这账号我看了一下，也是假到不行，刚办好1个月哦，什么东西都没有，第一则就来我这边洗地，可怜呐。下一则，波特王还有脑残粉，我的脑残粉不就你吗？看你讲话方式多脑残，没办法针对影片内容评论，想凑也凑不到点，就只能这样自我介绍，也是辛苦你了。台海兵推美国也出国不少，你知道说出过不少吧？大部分是美国大败啊！你是活在哪个时空啊？真的大部分都是美国大败的话，那中共不会打台湾啦，早就转头干美帝了。但如果你认知中啊，真的这么看好中共，觉得中国这么强大的话，那你就该展现出你的决心，趁现在去中国自产买房，墙内经济差到20年来房市涨幅啊，全部吐回。你那么看好中国的话，现在就该买几间支持一下共党啊！哎，重点是我们除了嘴炮做不了什么，对吧？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故意反串唱衰，因为很多粉红也会这样装台派要放弃。但请你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不认为我是嘴炮，我是在传达正确的资讯，是在抗衡中共的认知作战，是戳破中共的大外宣。虽然我评论时事的时候啊会穿插搞笑段子，但这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扩散给更多群众。你要大众都听到啊，就不能讲得太深太死板。是说中共会买网红洗地的事情啊，我以前才做节目讨论过。那你就该知道敌人在做的事情啊，是因为有用，所以他才一直做。那你会说中共在打嘴炮吗？人家可不这么认为，他在洗脑你的认知啊。台湾这块已经处于弱势了，那刚好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会做影片，所以就能力内尽量做，这样你理解吗？因为我是台湾人，我生长在台湾，所以我才这样做。当然，如果你不是反串啊，那我愿意试着理解你的心情，可以先当做你对于蓝白立委目前的作为啊气愤又无奈。只是如果你就这样放弃不再理会的话，那就中了中共的计谋了。因为中共就是希望你觉得没用，希望你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可其实每个台湾人都很重要，不要妄自菲薄。你冷静想想，我们人的生命总有到达尽头的那天，对吧？但你会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就放弃现在活着吗？不会嘛。同样的道理，你也不该因为世界没办法立刻改变，就放弃捍卫真相与思考。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啊，知道再多又怎样，现实还是一样。但真正的改变本来就不是一天发生的，成功是需要累积，而不是奇迹。一个人每天接收什么资讯，会慢慢改变他的判断、价值观与他的未来。因此，如果你长期活在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资讯里，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失去思考能力，连真假都分不清。可是，当一个人愿意保持清醒、理解真相，培养媒体识读，那他的人
人生方向也会慢慢改变的。虽然清醒短期看来也许会带来烦恼，但因为你开始看见问题，看见矛盾，看见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所以长期来看，清醒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判断力，也更不容易被人操控。更重要的是，当越来越多人能分辨真相与谎言的时候，那整个社会就会开始改变咯。如果人人都觉得反正改变不了，而选择消极接受，选择麻木，那这世界就只会充满愚昧与欺骗。换言之，当越来越多人愿意思考，愿意主动查核事实，那社会就会慢慢的变得更理性、更文明。届时共党的认知战伎俩也会慢慢失灵。很多事情短期看不到成果，但短期可以改变自己，长期能够影响他人，最终才有机会改变整个世界。所以不是打嘴炮，你保持清醒，宣传正确资讯，而不被假资讯洗脑是很重要的。每当清醒的人多一个，阻碍世界进步的就少一个。当台湾人本来就是要拼命的，我们哪有资格说放弃？你放弃就等着当中国人了呢？那以上是我的想法，分享给你。虽然我也知道实际上真的不容易，因为中共大傻逼花很多资源在这块嘛。像光我自己先前那些被抹黑、被断章取义的经历，也是澄清好几次，依然澄清不完。各黑个安诺，当台湾人需要让人看水小吗？会有人不听你说的，但也会有人愿意理解，所以不要轻言放弃啊。当然你累可以稍作休息，等好了再回来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一般人没开频道也没关系，想开频道更好。不想抛头露面的话，那你可以按赞转发正确资讯，也是一种抗衡。去声援那些代替你说出你想说的话的人，也是一种方式。多拉拢一个人了解台湾面对的困难，我们就多一位队友。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单次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运作。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